一样是把作物关进可控环境，一边烧掉近10亿美元后破产，另一边却越整定越强，成了印钞机。绿色金融的钱为什么爱盖满设备的温室，却绕过露天那块田？跟着钱走进设施园艺这一站。先看2张对照的脸，左边是垂直农场，用一层层 LED 灯架把菜种进大楼，创投软银、贝佐斯灌进几十亿美元，多数却烧光现金，破产收场。右边是荷兰的高科技温室，同样是设施，却越做越大，越整并越强。同样把作物关进可控环境，为什么一边是资本分厂，一边是印钞机？答案藏在可量测这3个字里。接回上一站的伏笔，农业碳汇最大的死穴是土壤里的碳难监测、难查证，所以难融资。设施农业恰恰把这个死穴反过来变成优势。绿色金融看似在奖励永续，其实奖励的是可被验证的永续，这两者不一样。为什么设施比露天更容易拿到绿色融资？4个字：可量测，用电、用水、产出、碳排，全都能装，表计量，逐笔记录。可验证，永续连结贷款的 KPI， 依国际资本市场协会原则，必须能一致量化、外部验证，设施的封闭数据完美符合。可规模化，一座温室的模型能复制到100座，现金流可预测。叙事干净，节水90%，无农药，都市近郊供应，是投资人一听就懂的 ESG 故事。资本不是在挑对地球最好的农业，而是在挑最容易被量测、被写进合约的农业。一旦你懂资本为什么爱设施，就看得懂它真正的财务长相，它早就不是农业了。前期像盖厂房、钢骨、环控、自动化设备一次投入，是固定资产，不是耕作支出。产出像生产线，温度、光照可控，产量稳定可预测，现金流变得像制造业。报酬像收租，稳定的空间，稳定的回收，资产性质越来越靠近不动产，可估值、可融资，甚至可证券化。当现金流变得可预测，它就从靠天吃饭，就变成一个可被资本定价的资产。荷兰的数字把这个趋势讲得最清楚。温室蔬菜农户从2013年的881家减到2023年的625家，10年少了近30%。但同一段时间，总栽培面积不减反增，约多了1成。农户变少，面积变大，这就是典型少而大的资本整并。规模化太弱留强，前往效率最高的大户集中。像泡沫也从同一套逻辑吹起。垂直农场是设施光复最极端的一端，也是过去5年最惨烈的资本故事。Plenty、软银、沃尔玛、贝佐斯加持，募资近10亿美元。2025年3月申请破产。Bowery 募资逾7亿，估值一度23亿。2024年11月停业。AppHarvest 透过 SPAC 上市后破产。Infarm 卡达主权基金领投，估值破10亿，也在同年相继倒下。这不是个案，是一整个资本主题的破灭。把 Infarm 的财报摊开，答案冷酷的惊人。2020年营收380万欧元，亏损7460万。2021年营收成长到800万，亏损却暴增到1亿2780万。亏损是营收的16倍，并且规模越大，亏得越凶。这是一个单位经济根本不成立的生意，每多种一颗菜就多亏一次。罪魁祸首是电。Infarm早期员工直言，电力占了作物成本的3到4成。在垂直农场里，照明可占能源用量的6成半到8成半。电费甚至能吃掉6成营运开支，原因致命的简单，本质是用付费的 LED 电当去取代免费的阳光，把免费的光换成电表上一度一度跳的钱，就注定打不赢一碰晒着太阳的田。这就带出设施农业里最重要的一条分界线。荷兰温室是用资本强化自然，它仍然用太阳光，只是用玻璃、环控、废热回收，把阳光的效益放到最大。垂直农场是用资本取代自然，把阳光换成电灯，把土地换成电力，做免费就能做的事。连荷兰都对电价敏感，2022年电价飙涨数倍，业者从耗能的番茄改种省能的小黄瓜。所以看任何设施农业，先问一句，它是强化自然还是取代自然？
前者可能是好生意，后者多半是黑洞。镜头转回台湾，你会看到一组很奇特的错配，政策的手很积极，资本的手却缩着。政策端补助盖得起，设施型农业计划推动2000公顷温网式，最高补助50%，约8000农户受益。产业端早就工厂化，全环控的杏鲍菇、金针菇本质就是植物工厂，年产逾150万公吨。蝴蝶兰更是行销全球的招牌，卡住的从来不是技术，是资本的流向。讲到资本躺着这件事，数字会说话。台湾农村不缺钱，全国农业金库统筹301个农会信用部，1100多个据点，但这套体系长期保守，信用部的存放比只有约4/6，收进来的存款贷出去的还不到一半。到2024年底，更有80%多的存款依法回存到上层金库，农村自己的钱大量的躺在金库里，安全的闲置，而不是流进真正需要资本的设施农业。走完这一大圈，回到系列主线，绿色金融是一台把土地变成资产的机器。设施园艺这一站告诉我们，问题往往不是钱不够，而是钱留错地方。给你3个判断：一、用强化还是取代自然当第一把尺，放大自然的可能是好生意，取代自然的多半是黑洞。二、警惕可量测盖过真效益，数据漂亮，故事干净，不代表划算，对地球最好。三、台湾的机会在接管道，把躺着的存款透过风险可控的专案，安全的导进田里。国际是热钱烧进垂直农场，台湾是自家的钱绑在金库，两种极端都是资本的错配。所以设施园艺到底是不是绿色金融的好战场？我的判断，它是这个系列里资本逻辑最清楚，也最容易走火入魔的一战。清楚是因为设施把农业变成可量测、可定价的资产，钱进得来；走火入魔是因为一旦可量测压过经济现实，资本就集体烧进违反物理定律的黑洞。绿色金融真正的价值，不在于把最多的钱投进最会说故事的农业，而在于把对的钱用对的风险接近对的那块田。这一站我们看的是融资工具，钱怎么进到设施里。下一站我们往资本链更下游走，当华尔街的 ESG 基金和货架上的食品大厂联手定义什么叫好农业，资本又是怎么透过你我手上的一包饼干、一盒牛奶，反过来压回田间的。